晚膳前，孟夫人又做了些栗子糕。萧玉见他将几块栗子糕砸扁了，便直接问他为何如此。九言的吃法和别人不同，喜欢往上面撒些芝麻，再给它压扁了。萧玉蓦地一怔，这吃法怎么似曾相识？萧玉清楚记得当年那小姑娘给他的栗子糕就是碎的，碎成小块，甚至碎成渣，却格外好吃。只有他这么吃？可不是，也就只有他。因为5岁的时候噎过一回，对这栗子糕是又爱又恨，总觉得吃之前捶打一番，他就能听话了似的。后来啊，这习惯一直保留着。谁会没事把一块完整的栗子糕捶扁？并且当年那小姑娘只有10岁，算起来正和凤九言差不多。巧合加上巧合，那便不是巧合了。又想起他今日的种种异样，萧玉这时候才恍然大悟，同时震惊又欣喜。他们居然这么早就相识了吗？晚膳后，西厢房。您想说什么？你可记得约莫10年前西信城？不记得。九言，你该记得的，朕当年见到的那个小丫头是你，对吗？那栗子糕也是你给朕的？不是我。你为何不承认？朕已经问过孟夫人，10年前你的确离开过，骑着的那匹矮脚马名唤疾风，是你师父送你的，还有那把木剑。什么矮脚马？那是正儿八经的颠马，是马中之宝。木剑怎么了？你瞧不起的木剑，帮你挡下了难民。萧玉愣了一瞬，素来冷静自持的凤九言居然发脾气了。您难道看不出我并不想提起那件事吗？滑稽的，逃难的，黑瘦的猴子，他白天就是这么形容他的。哦，朕错了，朕那时是怕你误会才故意那么说的。事实上，朕一直记得你，小英雄。当时西信城闹饥荒，朕刚进城就被抢了，又不好跟百姓动手，多亏了你的出现。朕现在说实话，你那时虽小，可骑马的模样真是比男子还潇洒。不是滑稽吗？都说了是怕你误会，故意那样说的，哪知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九言，你我是天定的缘分，一饭之恩，看来朕要用余生报答了。以前怎么没发现，朕的少将军竟是如此好面子之人？话说回来，我也记得您当时的模样好似乞丐，外衣都被人抢走。要不咱们都忘了那件事吧。随后两人都是一阵沉默。他们都是在此生最狼狈的年纪遇上了彼此。15岁的萧玉单枪匹马出宫，本以为能够救民于水火，结果一进城就被抢得什么都不剩，去见当地官员，因为拿不出证明身份的名牌，被官差赶走。刚出官府，一个看似好心的青年拦住他，说能帮他见到知县大人，结果把他骗到了窑子，让他做娈童。后来他杀了人，逃了出去，饿晕在城墙边。那些难民还是不放过他，也就是那个时候，骑着矮脚马的小英雄出现了。真不能让师娘再吃几个？不能。天快亮时，萧玉抱着木盒回到自己的东厢房，打开木盒数了数，只剩下4只了。他不愿直面这残忍的现实，合上了盖儿。沉寂入内送水，只见皇上对这个木盒叹气，他不明所以。不知道那木盒里有什么，皇上总是带他进进出出，还时不时打开看看，仿佛里面放着什么宝贝。逍遥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遇到了500，便向他问了你的住处，不是不欢迎我吧？启慧，请坐。杨连硕一事，我已经告知了老樊他们，大家都在寻找他的行踪。今日我找你，还有一件要事商议。近日江湖各派陆续有人失踪，我怀疑有人掳走他们，图谋不轨。活当见人，死当见尸。怪就怪在连尸体都没有，那些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。我听闻杨连硕修炼的万潜心法，前期就是需要吸食江湖高手的内力。如今江湖中有人失踪，的确不是寻常小事。知我者苏焕也，这不，我立马来寻你了。若是有人修炼万潜心法，此人极有可能是原属天龙会的人，毕竟寻常人无法知晓万潜心法的秘籍。还有个可能是杨连硕本人在修炼，他那日被你一掌重伤，功力大损，急需重新修炼。不管是哪种可能，此事都该深查下去。此前我们的人也查到，杨连硕很可能从北境逃至北燕，
老樊和阮福玉他们也跟我来了北京，要不要一起聚聚？好。酒楼，凤九言一时男装，戴着众人熟悉的银质面具。苏焕，阮福玉也来了，这回你可得给人家一个交代，总不能让他白等你这么多年吧？他呀，早就给我交代了。你怎么也来了？收到盟主信号，我就来了南齐。不过我原本也是打算处理完南疆的天龙会余孽，就来寻你的，好弟弟。来，为我们几个重聚，干！干！当年他们结伴走江湖，荡平魔教，建立武林盟。天龙会在我南疆惹是生非，老娘非灭了他们不可。东域这条线，我的。郎君，东域凶险，你我一道吧。既有诸位协助，我选中部，先查各派人士失踪一案，看到杨连硕是否在南齐境内。哎，选定离手，这是规矩。好，我认。九言回到将军府时，已是将近子时。他喝醉了，还舍得回来？谁家小娘子？哪来的醉鬼？叫谁小娘子？看清楚了，朕是你的郎君。我没醉。东方是送你回来的。他这话不是询问，是笃定。尹六一直在暗中保护他。东方氏找到逍遥居时，萧玉就知道了。后来他随东方氏去酒楼，跟那些人喝酒吃饭，萧玉也都知道。他忍着不去打搅凤九言，因为他更清楚，那是凤九言的挚友，是他的人生。哪怕凤九言要嫁给自己，那也是他无法舍弃的。喝了多少，醉成这副德行？都说了，我没醉。我告诉你，我清醒得很。九言。哪个叫我？你的夫君。捏着他的下巴吻了上去。叫声夫君听听。他以为自己能为所欲为了。凤九言突然发力，将他胳膊一拧，反剪在身后，把他压制着。萧玉根本没料到，这喝醉酒的人力气比平时还要大，出招还要狠。这是做甚？松开朕！啊，我晓得你是谁了，狗皇帝。今夜我要再上。一夜过去，行了吗？朕实在不知，原来你花样这么多，以前真是委屈你了。少将军博览群书，朕真是领教了。我把您给强了？萧玉心想，强了？他一时语塞。你情我愿的事，怎么能这般形容？娘子，为夫愿意。凤九言顿时起了一层鸡皮栗子。您别这么说话，我不习惯。他当即坐起身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昨晚你要用光了，都是你的错，让师娘再试几个。不行。早知你不认账，朕昨晚就不该顺着你。我喝醉了，您本就应该推开我。凤九言，是你说这婢子气，你会想法子。没想到，他竟是吃了上顿不管下顿的人。他可知道萧玉整天守着那木盒，一个都不舍得用。他倒好，昨晚一下哄骗他用了4个啊，全没了。有吗？不记得了。即便我说过，皇上兵不厌诈。他就这么走了，留下萧玉一只手扶着额头，状若疯癫的笑了。哈，好啊，他这么玩是吧？兵不厌诈。行，他知道了。北大营，皇上，你说什么？婢子气？还想让夫人多治些婢子气？皇上啊，此事很难，夫人那边末将也开不了这个口。九言和孟夫人情同母女，他远嫁皇城，朕打算让孟夫人随行。皇上怎么能拆散他们夫妻呢？这是在威胁他。凤夫人手里拿着官府盖印的和离书，浑身轻松。母亲，您说什么？我还有个妹妹。母亲，您等等，怎么当初嫁给皇上的是九言，不是微强？那微强呢？微强又去哪儿了？是你父亲那个毒夫，他觉得微强被掳后失了清白，无法再入宫为后，便干脆把微强送走，还谎称他死了。他骗了我们所有人。如果不是九言，微强现在还被丢在外头自生自灭。您放心，
我会好好护着2个妹妹。还有，您就算与父亲和离，依然是我们敬重的母亲。儿子会给您养老，您今后的生活，我来安顿。燕晨，娘明日就启程去北京，去陪你2个妹妹。北京入夜后，萧玉过来了，只见他捧着个木盒，凤九言眉心一拧。您这是？看到里面的东西后，凤九言脸上的表情凝固了。木盒里并非凤九言所熟悉的避子气，而是一瓶药，这药也是师娘所制。他再清楚不过了，这是男人用的避子丹，1颗难求。据他所知，师娘总共就炼制了1瓶，男人服下1颗，1天之内不管怎么折腾，女子都不会有孕。凤九言当下第一反应便是36计走为上，但几乎在他挪步的一瞬间，萧玉就预判到他的动作。想跑？你说的兵不厌诈。他原本想托孟渠出面，让孟夫人再制些避子气，但孟渠没能做到。孟夫人说年轻人得节制，好在孟渠懂得变通。为了不让夫妻分离，他忍痛割爱，把这避子丹献上。这东西可比避子气好用得多。屋外热风阵阵，撩拨人心；屋内乱花摇绿坠，仙子气如珠。大圣归来日，春江潮水至。这一夜注定漫长。院子里，陈吉干脆站远了，他独自望着天上的月亮，面无表情。翌日清晨，凤九言如同打了场硬仗，浑身酸痛。他悠悠地转头看向枕边的木盒，师娘不可能将这东西给萧玉，那就是师傅干的。朕今日就回皇城了，与朕一起回去。杨莲说功法了得，要趁他功力受损的时候除掉他，否则等他卷土重来，再想对付他就难了。虽说您已经派人去北燕查探，可线索并不明朗，也等同于在北燕大海捞针。我已经同东方氏他们商议过，一同寻找杨莲说的下落。之后我会去亳州城，至于大婚事宜，您做主就好，我必然会在大婚前赶回去。他一口气说这么多话，萧玉低笑。你竟如此精力充沛，看来朕还不够卖力。说正事。于私，朕自然想与你朝朝暮暮，但你说的在理，杨莲寿不除，终成大患。朕只有一个要求，让尹六跟着你，如此朕才放心些。你我是夫妻，私下也不用这般。既如此，我们今日便要分离。九言，你就没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？没有话说。他真怀疑凤九言就只是缠他的身子。我们不是顺路吗？你与朕一同启程？自然，亳州城一行，宜早不宜迟。以后定要好好的辅佐皇上。师父，后宫不得干政。你干的政也不少。经受皇后之职，也算是辅佐君王啊。是师父。马车里，萧玉握住凤九言的手。你若是喜欢北京，成婚以后也可以常来，朕不阻你。前提是先给朕生个皇子。我若想来，您也拦不住。寻常人说这话多少有些猖狂，但凤九言绝对做得出。九言，朕说实话，你若能给朕生个皇子，让朕免了后顾之忧，那你就是把天捅出篓子来，朕都纵着你。苏焕，我看到你了，你别躲。凤九言心想，他也没躲吧，一把抓住他胳膊。你跟宋离可真行啊，招呼都不打一声，直接走了。你知道我找了你们多久吗？紧接着，一只手伸来，直接把他胳膊扯开。萧玉沉默不言，打量着眼前这人，一身红衣，不男不女，不伦不类。苏焕，这是你新交的朋友？这是萧二，这位是江林，我的故友。萧玉心想，他什么时候有的新名字？萧兄，我们也算有缘。这苏焕说什么故友，倒把我给说老了。明明我们也才相识短短7年。7年。萧玉要笑不笑地看向凤九言。苏副盟主好友遍地啊。只有凤九言听得出他这话多么阴阳怪气。出门靠朋友，萧兄，这就是江湖。晚间，3人坐在一处吃饭，准确来说是江林飞挤到他们这桌来。苏焕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今晚呢，你可有热闹看。太仓城有一地下斗武场，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比试。至于为什么说你赶得巧呢？我打听到啊，今夜这场比试，头筹奖励是，奖励就是那全真6子之一的夺命剑，
丁元儿。全真派系名门正派，门下弟子皆为女子，从不参与江湖争斗，是个位于南齐北部安于修行的门派。而这丁元儿就在失踪的江湖人士名册上。哎，全真派个个貌美，想来这丁元儿也是个大美人儿，不知怎么居然落入他们手里了。哎呀，我有心英雄救美，就怕本事不到家，也只能去看看热闹，瞧着美人儿花落谁家了。那地下斗武场在哪儿？你要去救人？哎呀，苏焕，你想要美人儿，改日小爷我送你几个，犯不着为了这个去拼命啊！要知道，那地下斗武场什么人都有，他们可不像正派人士那么讲规矩，为了赢，他们不择手段。这人必须救。近日武林中不断有人失踪，丁元儿或许能为我们解惑。冷仙儿，你救情人啊？胡说什么？有什么不好承认的？当初冷仙儿和阮福玉暗女争一男的风流韵事，谁人不知？要不是阮福玉把冷仙儿的行踪告诉给了全真派掌门，害得人家被掌门亲自捉回，你苏焕可要享尽其人之福了。萧玉沉着脸，拳头微攥，好一个二女争一男啊！他的少将军真是个香饽饽。江林，人家姑娘的名声就是被你传坏的，你再多嘴，我不介意撕烂它。等等，江林蓦地想到旁边的萧二，想起他方才和苏焕手拉手，好不亲密的样子。苏焕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男人了？江林脑海里乱七八糟。另一边，冷仙儿恼羞成怒，一拳攻向那人。那人受了他一掌，痛哭，随即恶狠狠地将他甩出。苏焕，怎么会是他？挑战！江林怔怔地望着吴相。彼时，武林盟建立之初，江湖上出现三大恶鬼，吴相就是他们中的老大。他们是少林的俗家弟子，烧杀淫掠无恶不作。武林盟为除掉此三人，定下重华山一战。那一战，武林盟众人联手杀了2个恶鬼，但那吴相武功太强了，逃了。苏焕在那一战中身负重伤，并且就在短短几天后，那吴相就掳走了东方氏的新婚妻子。他将东方夫人分成几段，每天送来一块，差点逼疯了东方氏。后来苏焕找到了吴相，没人知道苏焕和吴相的一战具体如何，只知道那次是苏焕输了，他本就无心当副盟主，那一战过后更是彻底的退出武林盟。这么多年，东方氏一直在找吴相，没想到他今日会出现在这儿。东方夫人的死至今是武林盟洗刷不去的耻辱，那一定也是苏焕心里的一根刺。听完那段往事，萧玉的心绪越发沉重。他对凤九岩的过去知之甚少，那些风流韵事只是他万千经历之一。事实上，他所处的江湖险象环生。眼下他面对的是曾经没有战胜过的对手，这一刻萧玉对他的信任产生动摇。是以他不能就这么干站着，总得做点什么，为凤九岩铺就一条后路。苏焕，你还是这么年轻气盛，这场比试不该是这样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要的不是萧二，是想趁机秀走丁元儿。这些年功力见长啊。他的杀招就是攻人先攻心。观看比试的众人脸生屏气。怎么年纪大了反而怕死了？将凤九岩踹倒后，又将他踩在地上。吴相一拳挥下，凤九岩吐出一口血来。按吧，给你这么多年，你还是本事不到家。你说说你有什么用？这难怪你当年救不了那些村民，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我折磨死。而最可笑的是，苏焕，他们到死都不相信你，他们不信你能救他们。凤九岩的心智一点点被蚕食。苏焕，起来啊！江林急得直喊，再一看，身边早已没有那萧二的身影。这家伙莫非见势不妙跑了？呸！叛徒！你一定是从小被丢弃，寄人篱下，你在怀疑你自己。到底你做错了什么会被丢下？所以你竭尽所能的做到最好。你希望身边的人承认你的能力，你想让所有的人看到你。苏焕，你真是个可怜的孩子。你说的对，是我枉做好人，是我害死他们。江林紧攥着钱袋子，兀自许愿，只要苏焕能平安无事，他就是10年做什么赔什么都行。那些压苏焕赢的看客此时都激动起来，老子就不该压他赢！小子，快给老子站起来！只见铁笼内原本占绝对上风的吴相忽然踉跄后撤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凤九岩稳稳地站在里面，一只手提着吴相的脑袋。
不好，他们要跑！关门，快关门！凤九言上场比试前就已经计划好逃跑路线，他有自知之明，以他目前的体力撑不到最后，这种车轮战也毫无公平可言。你的眼光真不行，那个什么萧儿，他早跑了。凤九言相信萧玉不是那样的人，不过他宁可萧玉跑了，因为他们现在的处境很不妙，这武斗场的打手太多了，并且这会儿功夫，那些挑战者也摩拳擦掌，想要杀了凤九言，证明自己才是今晚的赢家。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哎，苏焕，你看，是萧二，你的萧二回来了。凤九言也承认，这男人的确是他的。太仓守军在此，谁敢造次？凤九言抬眼望去，只见是尹六带着官兵来了。让尹六暗中去搬救兵是萧玉的主意。尹六带来的守军有3万，走得动吗？带一队人马护送苏公子去驿馆，再请大夫诊治。江林心想，怎么只送苏焕？我呢？你要去哪儿？抓人。先前在武斗场内，他见到主持见暗室请示，才知武斗场的主人所在。后来他与陈吉潜入，里面竟是别有洞天。通过一条甬道，是座富丽堂皇的地下小宫殿。那些个衣着华贵的达官显贵围坐在各处，他们也在下注。和外面那些看客不同的是，他们玩得更大，盲押。还有的当众淫乱，搂着那些少男少女极尽享乐。这案子得大办。驿馆，天快亮时，苏焕，你老情人来了。你伤势如何？凤九言小憩了2个时辰，已经恢复了些气力。那个，你们俩，我就不进去了啊。见凤九言左手虎口处的纱布结松开了，冷仙儿几乎是出于身体本能的先解开那纱布，而后拿出自己贴身的帕子，沾了些全真派特制的金疮药后，给凤九言系上了。丁元儿，凤九言甫一开口，那冷仙儿就捧着他那戴面具的脸，踮起脚尖朝他的唇凑来。凤九言刚要推开，门口处传来一道愠怒的喝止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萧玉昨晚连夜审案，甚是疲乏，但一想到回来能见到凤九言，便觉神清气爽。哪成想，这一到他房间就看到他和那冷仙儿卿卿我我。误会。你方才想做什么？这是我与苏焕的事。言外之意，与你何干？萧玉差点要气笑了。别人他管不了，自己的女人他总能管吧？他方才要轻薄你，你为何不推开？正要推开的时候，你回来了。在下全真派副掌门冷仙儿，阁下是？萧儿，我是他男人。什么？苏焕的男人？这人竟比阮福玉还要魔怔，自欺欺人啊！更令他愕然的是，苏焕没有否认。苏焕，你们是什么关系啊？如你所见，我们是一对儿。萧玉心里舒坦多了，尤其看到冷仙儿如遭雷击，呆愣住的模样。这怎么可能？苏焕，你为了让我死心，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你放心，即便你不谎称有龙阳之好，我也不会缠着你。没骗你。话落，他当着冷仙儿的面，单手攥住萧玉衣领，吻上她的嘴唇。亲眼所见，冷仙儿身子一震。够了！九言对人家姑娘也是够无情，不过正合他意。苏焕，你为救我门派弟子身负重伤，我身为门派副掌门，特来看望，只为感谢，别无他意。不必谢我，我救丁元儿是为了调查一件事。成，不过丁师妹身体虚弱，只能劳烦你去客栈。无相的头颅，我也放在了客栈。萧玉视线冷然，真当自己看不出他的小把戏？他今日前来，为何不顺便将那头颅带来？不就是想与凤九言牵扯不清吗？我随你一起去。月来客栈，凤九言见到了丁元儿。是你救了我，可还记得是何人掳走你？是个驼背老妇，模样很普通。他对你做了什么？他想要拿我炼蛊，不知是什么邪果，打乱了我的元气，我内力尽失了。既行恶事，自然不敢以真面目示人。这画像上的老妇，很大可能是伪装。萧兄真行啊！苏焕，我觉得他说的对，这画像靠不住，还得让东方氏来一趟。武林盟解散后，暗线乱了套，所以得靠你。行，等等，他来太仓原本是干嘛来的？哎，算了，不重要。呀，回驿馆的马车里，您怎么会想到去抓那武斗场的主人？擒贼先擒王，朕也是打过胜仗的。就不怕我输给无相？担心肯定是有的，但当时那种情况下，
我必须相信你。朕能做的是为你安排退路，补足你欠缺的考量。当年我发现吴相的行踪后，来不及告知其他人，独自寻了去。他藏身在一处村庄，似乎早就料定我会过去，控制了那些村民，让他们相信他和我只是私人仇怨，不想牵连他们。与我动手前，他让那些村民选择，就如昨晚下注那般，压谁会赢。我那时16岁，的确年轻气盛，冲动不自控。看到村民一个接一个站到吴相那边，相信他能赢，甚至还要帮他干扰我，提醒他防了我的偷袭。我乱了心，何况吴相的功力本就在我之上，我输了。从始至终坚定站在我这边的是个10岁不到的小姑娘。吴相将我重伤后，当着我的面杀了她，还有许多村民陆续被吴相所杀，我没能阻止他。其实他那次完全可以杀了我，可他没有。他们怪我牵连了村子，怪我没本事赢。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吴相说的在理。是以我离开了武林盟，恰逢那时孟师兄去世，师父师娘不知如何向老夫人说明，我便主动提出由我来假扮师兄。我从小就不知道自己该是谁，我是凤家女，却又不是，所以我宁可永远活在面具下。这番话他只对萧玉说过。九言，朕认为你当年没有做错，不管别人如何看你，朕永远相信你。皇上，多谢你。随后他抬起下巴，主动亲吻萧玉的唇。萧玉搂住他后颈，低着头回吻。你和冷仙儿是怎么回事？都说了，误会。阮福玉呢？皇上，我好男色。接着低头亲吻他，但唇瓣下移，轻含着他滚动的喉结。萧玉腰腹一紧，顿觉一团火往上窜，顺势拖住他后腰，将他按向自己。傍晚时分，云雨缓缓停了。此时，凤九言已经迷迷糊糊睡着。顾念凤九言昨晚比试受了伤，他不敢太折腾他。此刻看他左肩的大片淤青，眼底附着寒彻杀意。该死的无色！视线又落在凤九言手上，尤其那虎口处还绑着冷仙儿的帕子。萧玉眉眼微沉，转念想，他真是傻了，跟那些女人较什么劲儿？九言不是说了吗？他好男色，不，准确来说，只好他。萧玉艳足的弯唇，还没睡啊？他朕吃了药的，一回有些浪费。我乏了。萧玉欺身而上，亲吻他脸庞，哄着他道：“绝不叫你受累。”江宁看起来不着调，真做起事相当卖力。几天后，东方氏来到了太仓，他见到吴相的头颅，眼睛泛了一圈红。苏欢，多谢你。他大仇得报了，唯一遗憾的是他没能亲手杀了仇人。关于失踪案，我找到了丁元儿，他有重要线索，但需要你绘图，这才找你过来。东方氏迅速调整好情绪，从那丧妻之痛中抽离出来。他在哪儿？我随时可以作画。竟是他！东方氏不愧是东方家传人，哪怕是易容后的画像，也能推测出那人的真实容貌。我问丁元儿那些事儿不是白问的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常人画的是表面皮囊，我是先画骨，再填充相应的皮肉。但话又说回来，居然是他。画里的女子赫然就是冉秋的模样。这人此前就在我们怀疑之列，如今倒是证实了。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你怒闯斗武场，英雄救美，事儿闹得这样大，只怕早已惊动那躲在暗处的冉秋。先前我没在冷仙儿面前画出来，就是不想打草惊蛇。全真派弟子众多，冷仙儿把控不住，尤其在我们没有一个万全之策前，这件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你说的有理。眼下最重要的是找到冉秋，阻止他继续害人。晚上，萧玉从大牢回来，凤九言出于信任，将真相告知于他。早在雨城那会儿，朕便觉得他不寻常，他出现的十分巧合，倒像是一直在暗处伺机而动。想来，若非是对他自己有益，何必与杨延寿为敌？
如今倒是能说通了。这冉秋就如同那乱臣贼子，逼宫反了自己做皇帝。他修炼万钱心法，魔功一成，这江湖上就没有人是他对手。此人野心很大。您说的句句在理，我想这就要与您分道而行了。找到冉秋，事不宜迟。何时启程？明日一早就走。让引流跟着，他带着神武妖派，能够随时为你调来援兵。望着他深邃缱绻的眸子，凤九言心中一动。他好，我忽然觉得您生得挺俊。啊？他是才觉得自己这皮囊不错。萧玉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气恼。凤九言轻身靠近，萧玉一动不动，以为他要亲自己。他都要闭上眼了，凤九言却在两唇距离1指之时停住了，悠悠的道：“皇上，熬个夜吗？”熬。翌日一大早，凤九言就起身收拾了。萧玉坐起身，从后拥住他：“朕送你。”凤九言由他抱了会儿，而后掰开他的手：“不如不送，免得徒生牵挂。”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也会牵挂朕？朕会早日定下婚期。凤九言离开驿馆，萧玉则站在窗边目送他。不知为何，萧玉莫名有一丝心乱。他的感觉是对的，因为就在凤九言走出驿馆后，暗处就有人跟上了他。他们正是太皇太后的人，一直伺机而动的杀手。等了这么久，苏焕终于和皇上分开了，他们的机会到了。10日后，萧玉抵达皇城。皇上，你要立九言为后？这可真是祖宗保佑！凤父顿时忘记这些日子被同僚嘲笑、和离不举的酸楚。立后徐正身，朕要凤九言名正言顺地以凤家女身份嫁入皇宫。没，臣没有异议，臣举双手双脚赞成。九言本就是凤家的女儿嘛。皇上，敢问这立后是您一个人的意思，还是同九言商议过？他已然同意。陈吉忽然入内禀告：皇上，尹六急报，苏公子遇刺。他现在如何了？尹六的来信说，苏公子只受了一些轻伤，并无性命之忧，并且刺客已经捉拿，要请示您的意思，该如何处置？将那些刺客带回来，好好审问。遵命。万寿宫内，皇帝，你有什么话要对哀家？您为何派人暗杀苏焕？朕已亲自审问过那些刺客，苏焕与您无怨仇，您为什么要杀他？为什么？皇帝，你该心知肚明才是。你和他，你们都做了什么？你若是寻常男子也就罢了，可你是一国之君呐！身为帝王，居然染上龙阳之癖，还在紫宸宫宠幸苏焕，你可对得起萧家列祖列宗啊！如果您是因此要杀苏焕，那朕告诉您，苏焕是女子，朕与她并非龙阳之好，是男女之情。朕也安排好教年，即日起，您便去玉阳山调养。玉儿，是皇祖母做错了。凤九言是功夫好，又有尹六在，才只是受了伤。但凡换做其他人，早就没命了。毕竟皇祖母派的杀手都是大内1顶1的高手。萧玉走出万寿宫后，又吩咐陈吉：太皇太后此趟回玉阳山，无诏不得回宫。还有一事，查清楚朕与苏焕的事是谁透露出去的，又是谁捅到了太皇太后跟前，从紫宸宫到万寿宫，一一查明。宫中严查，人心惶惶。1天之内，单是紫宸宫就有好几名宫婢被拖进行者司，连皇帝身边的大太监刘世良也去行者司走了一遭。太皇太后的心腹尽数被抓。皇帝，放了他们吧，他们并未做错什么，你有什么不满，冲哀家来。他以为只要他答应回玉阳山，这件事就这么翻篇了。皇祖母莫心急，陈吉做事有分寸，不会无端抓人。您那些婢女若是安分守己的，马上就能回到您身边。反之，若是居心叵测，挑拨是非，朕定当为您永绝后患，以免他们害得我们祖孙反目，害得您晚节不保。正是，您若直接告诉朕是谁在您面前多嘴，朕就省了许多事了。皇帝，孙儿在，皇祖母，您最好清楚，谁才是您的亲人，是能让您安享晚年的人。成，你抓吧，查吧，哀家都不管了。反正哀家明日就要离宫去玉阳山了。
您能舍弃那么多心腹，看来向您告密的人不在他们之中了。哼，朕知道那人是谁了。片刻后，容妃进入御书，参见皇上。朕与苏焕的事，是你告诉的皇祖母？是我说的。慕容兰，朕不是早就警告过你吗？苏焕是朕的私事，你怎敢？皇上，我是为了您，为了皇嗣啊！苏焕是男子，怎能让他玷污了您？我身为您多年好友，怎能看着您越陷越深呢？慕容兰，你对朕的感情越界了。萧玉是在先帝临终之时被召回宫，原本这皇位怎么都落不到他头上。是以登基之初，各方势力涌动，前朝不稳，他那些兄弟们想方设法的结党，要把他拉下皇位。同时外患起，周边诸国纷纷想趁乱而入，瓜分南齐。是慕容兰提出先安内才能攘外，这样先帝和慕容家就是荣辱与共。原本摇摆不定的慕容家被迫变成保皇派，前朝这才渐渐安定下来。在你入宫前，朕就说过，纳你为妃只为公，朕可以给你地位尊荣，却给不了你一个男人的荣宠。若是你非要求后者，那朕宁可不让你入宫。你当时是这么说的，你说你对朕只有师兄妹之情，只一心辅佐，绝无二心。不，皇上，我没有变。慕容兰，是你不正常，你始终围着朕转，你把自己变成了井底蛙、笼中雀。哼，你以为你是为了朕好？杀朕心爱之人，如同剜朕心，剔朕骨，啖朕肉。皇上，我没有要杀苏焕，我只是想让太皇太后劝劝你。杀手是太皇太后所派，我劝过他的。慕容兰，当年你甘愿入宫，是为了安定前朝。你的功，朕都记着。如今前朝已定，朕恢复你自由身。传朕口谕，慕容氏褫夺封号，即日出宫。皇上，你要废我？皇上，你清醒吗？只有我和瑞王真心为您着想，他苏焕算什么？您若继续放纵自己和他在一起，这江山社稷于何地？将慕容氏拉下去。他警告过容妃的，是容妃不将他的话放在心上，还要算计苏焕。真当他糊涂了，不晓得容妃使的是借刀杀人吗？皇上，您不该如此对我。苏焕为您做了什么？您忘了吗？您登基之初，若不是我说服父亲，朝中怎会相安无事？我为您做了许多事，您都忘了吗？您答应过的，会养我一辈子。小玉，你对不起我。朕是皇帝，你如何觉得能在朕面前耍心眼、玩心计？当年朕确实答应过会给你体面，让你一辈子在宫中无忧，但你也答应过朕不会与朕耍手段，所以是你食言在先。朕会赐你良田福地，保你后半生衣食无忧。你若还不安分，就休怪朕不念情分。感动朕的人，朕必要你百倍还之，生不如死。带下去。是。紫宸宫内，背后忽的一阵气流掠过，萧玉立马警觉，他正要出水，却见一道黑影势如疾风，已然来到浴池边。谁家两君这么晚了还在沐浴，不怕遭贼惦记？萧玉难以置信地望着眼前人，怎么认不出我了？凤九言淡然弯了下唇，似有笑意，又好似责备。哎，火山上都是灰尘。萧逸肃冷的眸中化开温和笑意，不顾他躲避，直接将他搂进怀中。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事情都办完了？还没。冉秋的生母在安城望尘庵，我与东方氏特来拜见。他说的委婉，拜见是假，把人抓了才是真。安城比邻皇城，但这一来一回也得需要2、3日路程。不过凤九言能来皇宫，萧玉实在是受宠若惊了。晚上可用过了？吃过了。旋即他从怀中拿出一株包裹仔细的草药。小郡主近日可好？这是古阳草，治疗寒症极为有效。你是为了萧雅回来的？他还以为凤九言是专程过来看他。凤九言听出他话里的酸劲儿，他坦率直言：若只是送药，我大可派引六回来。实是有些想您了。再不回来看看他，凤九言都快忘记他长什么模样了。那就别走了，朕也让擎天剑算过，来年3月初5是个好日子。阮福玉他们正在竭力搜寻杨连硕下落，我与东方氏打算找到冉秋，从万钱星法的秘籍入手，找寻对付杨连硕之法。3月初5，我记着了，到那时我定会回来。萧玉听他这意思，倒像是抽空回来成个亲。萧玉身为一国之君，都没他这么忙。今晚总能留下吧？不了，
这就走。凤九言将草药放在萧玉手里，来去匆匆。萧玉正觉失望，凤九言忽地抬起脚跟，在他下巴处亲了一口。浴房里水雾袅袅，蒸得萧玉身体发热。凤九言直视着他，眼眸里仿佛散落着星辰。吾皇好面。话落，他一个闪身夺门而出。萧玉站在远处，低头苦笑了2下。瑞王府，慕容兰，你真是无可救药了！滚，别碰本王！当年你将我关起来，说什么想要给我治病，让我变成正常人，劝我不要讳疾忌医。今日我想帮你治病，怎么你就不接受了？本王跟你不同，慕容兰，若非看在我们从小到大的情分上，单就你当年对萧雅做的事，你早不知死了多少回了。是，我知道你是念着旧情的，我们3个要永远在一起。所以啊，帮我好不好？皇上身边没有我，该怎么办呢？是你离不开皇上，慕容兰，你这是病，得治。如今皇上给你机会，你该珍惜。慕容兰直接给了他一巴掌。难道我就该安于现状，什么都不做吗？你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！何时你也被驱逐？且看看你是否能说出这等轻松的话来。有华，送客。安城，东方氏租了间宅子，将冉夫人软禁在此处。姑娘，你们是想找冉秋吗？难不成找你来做客的？你那女儿抓人练魔功，再不抓住她，不晓得她要害死多少人。魔功？她在练什么魔功？万钱心法。什么？她竟然在练万钱心法？她怎么可以做这种事？冤孽，冤孽啊！我当初就该掐死她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她跟她生父一样，都是祸害。东方氏半夜被叫醒。苏寒，你最好是有天大的事。听着，冉秋是杨莲硕的私生女。她是杨莲硕的女儿？那冉夫人岂不是跟杨莲硕有染？冉夫人得知冉秋在修炼万钱心法，尤其知晓他害死那么多无辜的人后，也不愿看着他继续作恶。他有法子联系冉秋，我们明日就启程。孙公子，宫里出事了。沈郡主，郡主服药之后，寒症加剧，危在旦夕。宫中多诡诈，恐怕有人利用我这古阳草，要置郡主于死地。皇宫，皇上，臣听闻郡主出事，不知她现在如何？古阳草反噬，命不久矣。皇上，此事臣知道是谁所为。当天夜里，官兵围住慕容兰的府邸，撞开大门将她抓了。慕容兰，萧雅可是被你害的？慕容兰，认罪吧。皇上，慕容兰蛇蝎心肠，因不满您对萧雅疼爱有加，便唆使人。瑞王，你为何诬陷我？堵上他的嘴。是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女子被带进来。慕容兰认出那正是她当初的贴身婢女福灵，当年瑞王当着她的面把福灵给杀了的。皇上，奴婢伺候小姐多年，小姐原也是个善良的人，可随着小公主出生，眼见您那么喜欢小公主，小姐就像变了个人似的。鲜少人知晓，如今的柱国公府郡主正是皇上同父异母的亲妹妹，皇室最小的公主。小公主2周岁生产那日，皇上您为了给小公主庆生，冷落了小姐，小姐就命人毁了小公主的清白，还将小公主丢进了月湖中。一个2岁的孩子，慕容兰，她只有2岁，你怎么狠得下心？你为何这样对我？我都不计较你对我做的事了，你为何要害我至此？皇上，当年是他设计我假死，是他把我带出宫，关在瑞王府，一关就是4年多呀！他这疯子说的话，你怎能相信呢？他说的可是真的？皇上，是臣将他带出宫。当初臣得知他残害小郡主后，就察觉到他对您的占有已至疯魔，他会伤害您身边的人。念及我们师兄妹多年情谊，且大夫也说了，他这是心里有疾，只要加以诊治，就有治愈的可能。于是臣将他囚禁在府中，并每日让大夫为他诊治疏导。臣希望他能变回正常人。后来他病情的确有所好转，臣才渐渐放松了对他的看管。不成想他趁着臣外出，引诱那大夫打开了他的锁链，并打伤大夫和侍卫，逃了。慕容氏罪恶昭彰，押入大牢。瑞王，此案交由你处置，按律处置，该当如何就如何，只一点，案情不可全部公开。臣遵旨。不该专攻这寒症，古阳草反噬，应该先解毒。天池雪山上的紫虚花能克古阳草之毒，
他对小郡主有愧，若非他识人不清，也不会叫他受此迫害。他早该将小郡主送出宫的。皇上，尹六的密信。1个时辰后，宫外，他大步上前，一把扯过他胳膊，拥他入怀。怎么又回来了？是知道萧雅的事了吗？九言，真不够小心，浪费了你给的苦杨草。听说您为了郡主的事，这几日都没怎么用膳。我点了几道菜，不知是否合您口味。这儿就我们2个人，怎能还如此生分？习惯了，坐吧。吃饭时，他没有提郡主一句，只说冉秋的事。她是杨连硕的女儿。郡主现在如何？萧玉将情况如实相告，包括小郡主的真正身份。拉拢冉秋对抗杨连硕一事，东方氏一人足矣。微强将要成婚，我打算先去北境送她出嫁，此前顺道去趟天池雪山。朕已命人前去取药。天池山顶我去过，世人皆言凶险，其实是因为山路不明，容易在体力不支的情况下被风雪所困。我的体力如何，您是清楚的。体力，萧玉不合时宜的想岔了。生死乃大事，耽搁不得。皇上，告辞。你等等，天池雪山一行，朕不放心你去。您不是说过，永远相信我吗？这不一样。您派去的那些人，又有多少把握一定能拿到紫虚花？皇上，虽然您不说，可我看得出，您对郡主怀愧在心，正如我对微强。因着我识人不清，让乔默害了微强，您现在的感受，我深刻体会过。身为您将来的皇后、妻子，我想为您分担。更何况，我也很喜欢郡主。那孩子的人生才刚开始，我希望他好好活着，那才是对恶者最大的报复。他这番话说到萧玉心坎上，萧玉深深地凝望着他，上前一步，用力抱住他。好，朕相信你，一定平安回来，朕的皇后。足足耗费2天，他们才抵达天池山顶。山顶处，凤九岩遇上了萧玉派来的侍卫们，他们很多都累倒在原地，好些被冻伤，无法继续前行。凤九岩让他们先行下山，毕竟他们留在这儿也做不了什么，反而白白丧掉性命。紫絮花生长在高处，凤九岩寻了许久，终于在太阳快下山之际，他看到了悬崖边一抹紫色。吴白瘫坐在地，帮不上忙，喉咙先是冰冷，而后是火烧火燎。凤九岩也是人，2日的登山，他的体力将要耗尽。他望着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紫絮花，手将此发抖。但想到小郡主的命就在此，他就毅然跨出一步。终于，他到了。摘下那紫絮花的刹那，他如释重负。他不只是为了救小郡主，也不只是为了填平萧玉心里那点愧疚负担，他也是为了自己。这紫絮花是他给自己的救赎。微强被乔默所害一事，始终是他心中过不去的一道坎儿。如今这天池雪山好似他的朝圣路。1天后，天池山脚下，尹六焦急地等待着。苏公子，一群人冲了出来，围住他。速回皇宫。尹六没有登山，他省下的体力足以在最快的时间内将这救命药送到皇城。走，保护好苏公子。是。剩下的20人围困住凤九岩和吴白。凤九岩眼前已经出现重影，耳边嗡嗡作响，隐约听到吴白的嘶吼。主子，你快走！凤九岩深知他们逃不掉，或许这从一开始就是个圈套，将他引到这天池雪山，待他耗费体力后再行刺杀。雪山高处传来巨响，众人抬眼望去，旋即瞳孔都放大。是雪崩！雪崩的速度非人所能胜。几天后，皇宫，萧玉看着手里的玉佩，他说这是机密。是。他让你分开跑。是。可他逃出雪崩后，就没看到邵将军。或许邵将军从另一个方向逃跑，分散了。他回去找过，找不到。他还记得邵将军交托的任务，玉佩里藏着机密，一定要交给皇上。可是他总觉得哪儿不对劲。一股猛力袭来，吴白被踹倒。蠢货，什么机密？他是要你活。备马，去天池雪山。几天后，天池雪山被封，萧玉带着几百名侍卫寻人，吴白也在其中。他至今无法相信邵将军真的出事了。陈吉深知皇上患有恐血之症，他想劝阻，却见皇上已然不顾一切，谁都无法拦着他就任。萧玉恨透了大雪，他恨他们将凤九岩埋葬，奋力挖开他们，眼睛赤红一片，脑海中不断浮现母妃死前的画面。他呼吸短促，全身僵冷。
方小言，你不能死！九言，你不能！真不该相信你啊，九言，真不该信你！你回来，你别走！别怕，朕来了，朕会找到你。你再等等，等等。他怎么可以丢下？他答应我，大婚前一定会回来。萧玉锥心泣血的痛蔓延至四肢百骸。苍天不仁！他心口极痛，身子往前一栽，趴伏在雪地里，一口暗红的血喷出来，染红眼前的雪。皇上！天池雪山被封1个月，据传皇上的亲卫兵遭到伏击，无一生还，圣驾亲临，寻钟骨，换忠魂。转眼已是11月底，这天瑞王找了来。陈吉见到瑞王，开口便是：王爷，请您劝劝皇上吧。皇上心悦于苏焕了。王爷，苏焕这女子，皇上已打算立她为后。她来天池雪山是为郡主寻子续花的。简单的3言2语带给瑞王的是莫大的震惊。其一，江湖上叱咤风云的天影鬼刹竟是女儿身；其二，皇上竟要立苏焕为后。皇上，请您回宫，苏焕，臣会替您找下去。慕容兰，杀！皇上，这不合律法。律例算什么？朕就是要他死。皇上，您若是为了苏焕，更不该如此。苏焕是正义之士，他定然不希望有人因他的缘故无辜枉死。无辜？古阳草一事尚未查明是不是慕容兰所为，但按着他当年对小郡主的所作所为，也当受罚。只是，即便小郡主的遭遇令人心痛，按律例，5人清白，杀人未遂，慕容兰的罪行其实不至于死。是以，他初步审完此案，处决结果是监禁10年。慕容兰无辜吗？他此前就想借太皇太后的手杀了苏焕，这次的事必然也与他有关。即便无关，朕也不能再容他。任何会对苏焕不利的人都得死。你既早已发现慕容兰有异样，为何不告诉朕？既然要求着他，为何不好好看着他？为何让他得以逃出来？他既然逃了，为何不早些提醒朕？你狠不下这心是吗？好，慕容兰的案子你无需再管。皇上，我们毕竟同门一场。别跟朕说什么同门，他伤害朕身边的人，他不配。陈吉，传朕口谕，诛杀慕容兰。遵命。将瑞王带回去，尽足自刑。萧玉先昏厥了，于是瑞王做主，趁着皇上不省人事，强行将他送回宫。皇上走了，那几百名侍卫还在。陈吉交代他们，一旦发现苏焕的尸体，定要马上禀报。王八蛋！陈吉，关你老子刑！我家主子没死。陈吉晓得伍白心里不好受，不做计较，但他身为皇上的御前侍卫，必须护卫皇上。他不能再眼看着皇上为了寻尸将自己弄得一病不起。伍白跪坐在雪地里，茫然地望着那雪山，心里痛苦煎熬。继续找人。他知道伍白后悔没能救下苏焕，他又何尝不是？凤九言遇难一事，伍白早已传信到北境。九言出事儿了，我这就向皇上请命，去天池雪山。不可，父亲，国家安危为重，北境不能没有你，要去也是我去。无论何时，北境都不能乱，这是底线。一定要找回九言，他是我们的孩子呀。宫内经过太医的施针用药，萧逸的身体渐渐好转，但身体仍然虚弱得很，如同失去魂魄，没了精气神儿。慈宁宫到底怎么回事？皇上前些日子匆匆出宫，怎会弄成这副模样？姑母，您别怪我说话难听，皇上如今这模样，我们必须得打算起来了。表妹说的没错，前朝流言纷起，各方势力都开始蠢蠢欲动了。母后，我们确实要做打算，不能为人鱼肉。你们，哎呀，皇上只是感染风寒，不至于大乱。母后，感染风寒是真，失心疯也是真呢。您何曾见过皇上那副样子？我才从紫城宫过来，亲眼看到他疯疯癫癫，不是要杀这个，就是要杀那个，就连那慕容兰他都要杀，甚至他还派人去了玉阳山，要将太皇太后送进天牢。什么？不会连哀家也要被关起来吧？总之母后，您就待在慈宁宫，管好手底下的人。天牢，狱卒给慕容兰送来饭菜，今晚的吃食出奇的丰盛，还有一只鸡腿。明日出斩，
今晚这断头饭好好珍惜吧。慕容兰闻言，瞳仁猝然一缩，杀谁？你定是弄错了，我要见瑞王。瑞王已经被皇上禁足了。半夜，马公公乔装而来，皇上要杀我，你可有法子救我？姑娘，求人不如自救。其实那康庄大道一直都在您眼前，且看您要不要迈出那一步。不，我不想那么做，我永远不会背叛皇上。姑娘，您对他全心全意，他可是要把您杀了呢。别再痴心妄想了，他呀，宁可守着苏焕的尸体，也不要您了。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明明我只要杀了苏焕，我就能重新回到他身边。姑娘，时间不等人呐。主子说了，这是您最后的机会。只要您愿意配合主子拿下皇位，那您以后啊就是长公主。如果说您要是依然执迷不悟，那您不愿做的有的是人做，主子也不会白花力气来救您。你怎能这样逼我？我是他亲外甥女儿啊！皇帝哥哥，你真厉害！他们都说是你让人找来了神药，把我的病给治好了。嘿，我现在一点都不痛了。陈吉后背直发凉，他真想捂住小郡主的嘴。皇上如今最后悔的事，就是让苏焕上了天池山。皇上，您的大恩，臣无以为报啊！那位取回紫虚花的侍卫，臣想见一见他，当面对他。祝国公，小雅，你要好好活着。皇帝哥哥，我会的，我将来要成为苏哥哥那样的大侠。皇上，天牢来消息说慕容兰被劫走了。是吗？几天后，寿王之子奉命入宫，次子名唤萧彤，年12，只有陈吉心中门清。皇上当初进九重塔前就立下过遗诏，那遗诏上写明，若有不测，传位于这寿王世子。皇上，万万不可呀！大军乃是为了守城御敌，怎可用来寻一个江湖中人？即便那苏焕是为了给郡主寻药而落难，也不能如此兴师动众啊！苏焕，她是朕的皇后。你们所言不配营救的人，不只是朕的皇后，还是戍守北境多年的孟少将军。他的名字叫凤九言。他自出生起，就因着荒谬的规定被亲爹娘抛弃。她是天命所向的凤家女，是南齐真正的凤脉。你们唇枪舌剑的指责她功高震主，不配营救时，可知她为了边境，为了江湖太平，几度出生入死。这样的人，值不值得营救？你们且去问问民心。于公，她是南齐不可多得的将才，是朕都舍不得将她进于后宫的女子。于私，她是朕此生挚爱。你们不让朕救她，你们一个个的凭的什么？皇上，你说我的女儿怎么了？她生死未卜。是你，刚才就是你说什么不能救，我都听见了。为什么不救我的女儿啊？为什么？她16岁就上战场了。长公主闯入御书房，这是真的吗？孟少将军他一定还活着。你为什么让他去天池山？你明知那是不归山，那地方凶险得很，何况还是冬日里。小玉，是你害死他的。萧玉没有任何反驳，他也恨自己，太过相信凤九言，就这么让他去了天池山。长公主，这件事谁都没有料到，皇上派去的那些侍卫也都死。滚出去！都是因为你放他自由不好吗？为什么要让他为你做这做那？他若是纵横江湖，他就不会死。你的事，萧雅的事，为什么要将他牵扯进来？区区一株紫虚花，你让谁去补好？你偏要把他找回来。说够了，就出去。午后，御书房，瑞王被召入。他进去后，发现废太子萧卓也在。草民探查到，慕容兰被劫走当晚，提前被转到一处牢房，便立马禀明了皇上。经查，那牢房地下有一处极为隐秘的密道，直通城外。密道？难道此前的黑袍被救走，也是走的密道？慕容兰是被天龙会暗党所救吗？目前看来，十有八九。查封慕容家，天龙会暗党，交由你们2人去查。皇上，太皇太后邀您去祖庙相见，她说她知道是谁害了苏焕。与此同时，距离天池山10几里开外的草屋内，竹榻上躺着一个人，那人手指微动。茅草屋外，一白发老者正看守着药炉下方的火。小药童从屋内跑出来，不无兴奋地嚷嚷：“师傅，有个大哥哥动了，他是不是要醒了？”
老者背着手，勾着身子进屋，经过一番查看，叹息摇头：身子骨都冻坏了，想醒过来难哦。那可怎么办呢？师傅，我这就去采药，采好多好多的药给他们。午后，皇家祖庙，众王爷对着萧玉行礼：参见皇上。皇祖母邀朕前来，是为了告知谁害了苏焕，还是设局逼宫？父王，住手！你好大的胆子！这可是皇上的长子，未来的太子。父王，你就是我的父皇，是我的爹爹。皇上，太皇太后没有骗您，这的确就是您的孩子。再喊朕一声父皇，朕割了你的舌头！今日当着列祖列宗的面，你必须立这孩子为太子，并将兰儿迎回宫去，否则哀家绝不同意你去寻苏焕。那天池雪山又称不归山，你是皇帝，怎能去那样危险的地方？慕容兰，朕可有碰过你？皇上，您为何这样问？难道你疑心这孩子不是您的？皇上，您怎可怀疑我的清白？将慕容兰拖出去，斩首示众。至于这野种，丢出去。遵命。皇上，不可呀！皇兄，那可是你的儿子，护犊不食子。陈吉，哪个再多嘴，就将祭慈院的孩子送到他家中。是。皇帝，你今日若是不听哀家的，立那孩子做太子，哀家就死在这祖庙。皇上，您真要逼死皇祖母吗？是他自己想死，与朕何干？都出来吧！为首的正是那马公公。皇上，您走不了了。祖庙外都是太皇太后的亲兵，这些人是先帝留给他的。皇帝，今日你若不立太子，哀家就不容许你离开。皇上，太皇太后这么做都是为了您好啊！您执意要去那不归山，这让他老人家如何能放心？您只要立我们的孩子为太子，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皇上，您没忘记您的生母是因何而死的吧？若是您不立太子，那就别怪我，让天下人都知道他是。萧玉直接一掌击向他，这一掌毫不留情，震得他后退好几尺，五脏六腑好似要碎裂了。报！宣城防线被破，北燕大军手持火龙，陈兵于宣城东部缺口，随时有可能攻打进来。哼，天龙会养着你们，真是煞费苦心呐！皇上是聪明人，既知大势如此，那更当顺势而为。宣城无主，那些守军啊，就全都是摆设。你在混说什么？哼，还看不出来吗？您最疼爱的侄孙女儿早已和天龙会暗党同流，要逼朕退位。什么？众人大惊。我劝你们不要乱动，这祖庙内外已经遍布火药震天雷，这里面有任何异常，我那外面的手下就会将此地炸为平地。给萧雅下毒，一则能借机除掉苏焕，二则让祝国公离开宣城，致使宣城无主。天龙会这是一箭双雕啊！皇上就是比别人想得快，可惜啊，您现在才想到太迟了。旋即他一声令下，只见太后、长公主以及那些后宫妃嫔们都被关在木笼子里带了进来。那些反贼打开木笼，拖出一名妃嫔，当着众人的面就要对他行不轨之事。放开我！别碰他！冲我来！我是长公主。朕心爱之人已经被你们害死，想要朕答应退位，可以把苏焕还给朕。听见了吧？皇上如此无情，为何要我们为他受折磨？你们这群反贼，愚蠢至极！不错，凭什么要欺负我们？老娘如果这些年从未承重，皇上怎么可能为了我们妥协？你们这群蠢货，是敢欺负女人的孬种！抓他们有何用？这些妃嫔，朕一个都没碰过，就连你身边那个，朕也没宠幸过。你觉得朕会在意？可笑！能威胁到朕的人，已经被你们害了。朕早已立下遗诏，传位于寿王之子萧彤。左右朕的心已死，早想随着苏焕而去。原想着安排好一切，就去天池山殉情，为何还不点？朕早就等不及了，你倒是点呢！拿出你们身上的火折子，让震天雷炸了此地，给皇上和苏焕姑娘陪葬。臣愿为皇上陪葬。臣也愿意陪葬。果然，马公公见他们都不怕死，顿时也不知该怎么进行下去。都给我滚进祖庙里！想死是吗？没那么容易！
他们都疯了，所有人连同皇帝都被关进祖庙的房间里，太皇太后和后宫众女眷关在一处。哀家是真没想到，兰儿会跟那群反贼勾结。死老太婆，你够了！你装什么无辜啊？要不是你助纣为虐，我们会沦落到这个地步。你病了那么久，怎么不去死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？是不是知道慕容兰要害孟少将军？小琪，莫要对你皇祖母无礼。母后，您别拦我。孟少将军死了，是被慕容兰他们害死的。什么皇祖母，他还要逼宫啊！他要害死我们！哀家没有，哀家不知情，哀家只是想让皇上立太子。立的什么太子啊？皇上就没有碰过慕容兰，那孩子是假的。都怪你轻信慕容兰，害了皇上，害了我们，害得南齐遭此大劫。死老太婆，你要死啊你！你们。另一边，苏焕死了，皇上就什么都不管了。他一心想着苏焕，好，那就把苏焕还给他。您当真知道苏焕在哪儿？凤家不是有双生女吗？那凤围墙就在北境，我这就快马加鞭将他抓来。皇上被困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当天瑞王便知晓了。瑞王奉命肃清宫中暗党，遂派李老将军率领大军前去救驾。将军，这祖庙内外设有震天雷，左右两军先撤，只留中军，以免轻敌。另一边，慕容兰正在赶往北境的路上。随着马身一个剧烈不闻，慕容兰顷刻间被颠下马背，蓦然出现几名身穿劲装的黑衣蒙面人。他们以迅来不及掩耳之势将他围攻，以他的身手可以与他们大战几个回合并逃离。可他不久前才受了萧玉一掌，内力受损。为首的宽肩窄腰，不似其他人蒙面，大大方方的露出了一张硬朗的脸。慕容姑娘，恭候多时了。话音刚落，他大刀出鞘，他的双手直接被砍断了。你们是谁？我家主子姓萧。你们是隐卫？难道皇上早有安排？他想给马公公发信号，可是他已经没手了。